月时运丢了多少魂？他说他的，你说你的，皇上说的，圣人说的。那芸芸众生间，赵钱孙李耶，叫咱们谁能认得清？学的都是理呀，读的都是经啊，说理全凭嘴耶，要知了办事情。发誓双封建呀，情是越变形啊，说理全凭嘴耶，要知了办事情。天下案子只要想办，几何如仇没有办不成。求神不如求咱自己，仗义直言无欲则刚。你瞒天瞒着地，骗人又骗己，我叫你谁也骗不成。学的都是理呀，读的都是经啊，说理全凭嘴耶，要知了办事情。发誓双封建呀，情是越变形啊，说理全凭嘴耶，要知了办事情。学的都是理呀，读的都是经啊，说理全凭嘴耶，要知了办事情。难道还有什么事儿比朕的亲政大典还要重要吗？皇上不是爱看《汉书》吗？应该知道这句话呀：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；君为轻。”这句话吧。奴才刚刚得悉黄河沿岸水患，本来想与皇上商讨对策，但念及皇上不经水利，又没有亲自踏勘，出主亲政难免忙乱。奴才为免皇上劳心，故亲自批核水利调陈。奴才这番心思，想必皇上也不会怪罪奴才。及时快过，还是让奴才替皇上先举行大典吧。好。天子家园府，天子家冠冕。礼堂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平身。谢皇上。今天不单是朕的大喜日子，也是朝廷的大喜日子。今天朕特意准备了美酒与众位爱卿分享。备酒。慢着！皇上恩典，奴才谢过，但奴才心系国事，美酒实在无心品尝，指望能及早想出治河患之方，以济百姓之苦。
请皇上准许奴才与众同僚先行告退。敖少保，皇上，恳请皇上能够念及百姓之苦啊！那你退下。谢皇上。鄂大人，你带着同僚到体仁阁商议吧。是。谢皇上。你们也退下吧。谢皇上。真没用。别这么说，皇上受的委屈，我心里清楚也明白。我真想替你分忧啊，可是我毕竟老了。但是你不要气馁，只要你今天坐在龙椅上，那就是天命所归。你要明白大清的命脉，爱新觉罗氏的荣辱都系在你身上。我怕。不用怕，要忍。他已经经营多年了，天下的党羽无数，骤然发难，擒虎不成，反被虎咬。要记住，谋定而动。先帝的在天之灵一定会保佑于你的。一条龙啊！哎呦，我说一条龙啊，你快烦死我了！你从屋里弄到屋外，你这干嘛呢？你说你？没办法，老爷说了，在外面看到有可疑的人走来走去，实在是令人生疑。我呀，就想办法在上面弄了个网子，系上个活扣。有人闯进来，我呢就把绳子这么一拉，我求求你，大爷，我求求你，你不弄了成不成？我这烦啊！少爷，您烦什么呀您？我因为你。我怎么了？你说你怎么了？呼呼呼的这打呼噜，打到现在我这直犯困。嗨，困你就去睡吧。我睡得着吗？鳌拜现在把持着朝政，段家的冤案不能昭雪，我的把兄弟又下落不明，正义无法得到伸张，律法的公正不能实现，连小柔现在在哪儿我都不知道。这些都是我打呼噜造成的呀？当然不是你打呼噜造成的，可是你这呼噜打得我现在这脑子里想不出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来。这问题在我脑子里转来转去，转来转去，转得我现在一点思路都没有。嘿，少爷，你要这么说，我可想起来了，我怎么也一阵阵犯糊涂啊？顾家，干什么呀？去给我打盆水去。打水干什么呀？我让你赶快去，你就去呀。少爷，少爷，顾家，你听什么声？贼来了！
谁呀？谁呀？贼来了！啊，快！来，我来，拽我的头干什么？拽绳子，拽绳子，好嘞！来！周爷！啊，是爹呀！笨蛋，是老爷！快！老爷，有事没事？老爷，爹，你没事吧？啊？你们这谁的主意啊？一条龙，一条龙？就是他。老爷，是我。你这主意出的好啊！快起来！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啊！啊，爹，你看他们这么做，是不是有点过于紧张了？就是啊。这官司打来打去，打的是当朝一品，权倾满朝的人，他是不会让这件事儿轻易过去的，得有个防备才是。爹，您可是京城第一大壮士，您怎么现在让他们吓成这样了？就是啊。不是你说的那么回事儿。官司当然要打，可官司打到顶天的时候，就不是一个壮士能面对的了。朝廷的事儿，你管得了吗？爹，您怎么说出这种话来啊？您可一直是我的偶像，一直是我的老师啊！您怎么现在变得这么没志气、没胆量啊？你懂什么呀？我要是有一己之私，我当初就不干这行了。这件官司，关系着朝廷，关系着天下。如果天下大乱，不知有多少百姓要遭殃。爹，如果律法变成了一纸空文，那百姓不就更遭殃吗？算了，钟岩，天晚了，我不想跟你争论了。哦，对了，我让一条龙的妈妈给你们炖了一只鸡。这几天你们辛苦了，喝点汤，早点休息吧。啊！爹，来，老爷让我给你们煮的鸡汤，快，接过来，给我。您给我。慢点。喝鸡汤了。慢点儿。楚俊，你怎么也没睡啊？我睡不着啊，你们大家都为我这事儿辛苦着呢，我怎么睡得着呢？楚俊，你说到哪儿去了？咱们进屋再说吧。哎呀，鸡肋，食之无味。快吃！哎，鸡头，给我吃，太愿吃啊！
别太难过了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志远，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其实我有很多事还没来得及聊。仲言，我带你去见一个人。仲言，赶紧叩见当今皇上。慢！我听志远说你是大行皇帝的结拜兄弟，我应该叫你一声叔叔才对啊。哪里啊，皇上，还是受我一拜。哎，真的不必了。你不叫我拜你就是好事儿了。来吧，咱们找个地方聊聊。皇上，哎，叫我玄烨就行了。你要是再这么生分呀，咱们可就真做不成朋友了。好。皇上和大行皇帝一样，都是性情中人。玄烨，那咱们就把辈分忘掉，以朋友相待。好，咱们找个地方，我很想聊聊天。宫里的事儿啊，简直是给我闷死了。我爹他……你放心，我已经找人把他们都保护起来了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。这些人都是我的侍卫，停！我以后要对他们有大用。鳌拜气焰嚣张，身边不乏死士。如果单单以这些血肉之躯的话，未必能将他降服。对练。所以我需要你。需要我？仲言，其实你呀，自打回京以后，我一直在暗中保护你，要不然你早被鳌拜这个老贼杀了。只可惜那天我没看住，让我大婶儿白丢了性命。皇上心思甚密，知道我们现在和鳌拜老贼不是正面交锋的时候，所以说我们按兵不动。玄烨，你刚才说需要我，你是不是对怎么降服鳌拜老贼有办法？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了。今晚进宫与我谈谈。太皇太后，敖少保求见。传。这奴才叩见太皇太后。平身。谢太皇太后。天都这么晚了，有什么急事儿啊？奴才确实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禀报太皇太后。退下。是。鳌拜，有什么急事儿，就快说吧。千秋社稷，大清江山。你想怎么了？实话实说吧，难道太皇太后不知道有人要状告奴才吗？我倒是……原来我也不懂是谁那么大胆，竟敢在背后状告奴才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这一切都是皇上指使的。哎呀，不要跟我打哑谜了，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嘛？皇上身边有心怀不轨的小人，太皇太后，皇上正值冲龄，尚不能明断是非，不知道冷热轻重啊。鳌拜，皇上可是我选的。可是太皇太后，臣说句冒犯天言的话，治国当然在明君，可是也得有贤臣。鳌拜自知才不复用，可是臣对大清一片忠心，别人却是难敌的。当年大行皇帝定的臣子，能主事的，也就是臣一个。鳌拜，你说吧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
奴才岂有跟太皇太后讨价还价的道理？那，你想要什么？只要太皇太后让皇上远离小人，只要皇上不再训练他的什么侍卫。好了好了，不要再说了。太皇太后这么说，奴才也就放心了。哎，免了。鳌拜这个人，居然找到太皇太后，明着是虚情表忠心，暗地里却是威胁加恐吓。那太皇太后怎么说？太皇太后还能怎么说呀？她是极慈爱的一个人，她怕我出事，无非是让我道光养晦，不要惹怒鳌拜。太皇太后说的也有道理。依我看，鳌拜这个人城府极深，要不是这样的话，他也不可能在大行皇帝和太皇太后面前一直得宠不衰。可是现在的情况是，我虽然已经亲政，但是鳌拜的党羽密布，连太皇太后也姑息他，咱们无从下手啊。依我看，咱们就继续告，一次告不成就再告一次，一直告到天下舆论沸沸扬扬，到时候鳌拜肯定受不了。一想到这司跋扈朝廷，连大行皇帝也去向不明了，我就气愤难平，真想亲手诛灭死贼。说到打官司，倒还有个问题，就是大行皇帝的去向问题。大行皇帝不是已经并天了吗？哎，志远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起来！志远，你也不必要太自责了。玄烨，你知道吗？你皇阿玛当时并没有死，只是下落不明。如果他真的是死了的话，我们怀疑真正的凶手就是鳌拜。我之所以断定是鳌拜指使，是因为当年我在现场看到了一个人，很像是鳌拜手下的荣俊。哼！哎，皇上，你去哪儿？我去问问太皇太后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皇上，当年太皇太后在这件事情上也是有份的，这是本朝最大的一个秘密。你去问他，能问出什么结果？为什么？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呀？从鳌拜的角度来想，他是为了独揽天下大权；从太皇太后的角度来想，他是怕江山重落汉人之手。江山美人，先皇只能选择其一。最后，先皇选择为情出走，被逼出家。好聪明的人呐！叩见太皇太后。平身吧。谢太皇太后。没错儿，当年是我和鳌拜他们一起商量着把你皇阿玛送上五台山的。他已经走火入魔了，一个人当了皇帝，天下的亿万百姓就把身家性命、把子孙万代的福祉都托付给他了。这个皇帝就没有资格再放纵自己的感情，没有资格感情用事了。可是太皇太后，你怎么能这么放纵鳌拜呢？我知道鳌拜专权，我也知道他跋扈，可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：当国务长军的时候，是让政权四分五裂，使大清朝灭亡的好呢，还是让一个虚荣的人拼命抓权，然后再找一个机会把他消灭的好？所以您现在不支持我弄掉鳌拜了？不但不赞成，而且是非常的反对。一只狼好对付，一群狼就不好办了。仲言不能在太皇太后面前无礼。太皇太后，请恕柳仲言无礼犯上之罪。太皇太后，请让我说几句话。如果我说错了，当场把我处死，我也毫无怨言。你起来说吧。谢太皇太后。谢太皇太后。太皇太后，我始终以为，治国靠的是律法，不是计谋；打江山靠的是计谋，靠的是应变；而守江山靠的是上下之法度之所在。
知道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什么是可行，什么是不可行，那么江山就会不治而治。柳仲言，你太狂妄了。你也知道政权，你也知道治江山，这前明怎么没有像你这样的大臣？要不他们也就不会让大清得了江山。江山本来就不是大清的，江山从来就是老百姓的。我大清10万铁骑，怎么能征服上亿的汉人呢？正是因为明朝腐败，有律法而不实行，所以律法如同虚设，有规章而不循，做官的只知道捞钱，奉迎上司，百姓人心涣散，所以才会有覆灭之祸。按太后这样的说法，恐怕大清的结果还不如明朝呢。反了！我就说汉人靠不住。来人呐！在，给我拉出去砍了！太皇太后，太皇去！太皇太后，请宽恕他。哼，我没有犯罪，我不需要求，也不需要辩护，有理讲理。难道现在世上就到了没理可讲、上来绑人的地步吗？太皇太后，就饶过仲言吧，他是一时无心之失。无心还一大套一大套的。皇上，你给我站起来！不然的话，你这个皇上也别当了，和他一起走。来人呐，把他押走！走。我说二位，咱们别这么死气沉沉的，行不行？兄弟，你得吃点东西呀！这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啊！文大婶走了，冤，我心里知道啊。你放心，有老爷和少爷在，文大婶这事儿一定会昭雪的。啊，兄弟！都怪我！哎呦，你又怎么了？我要是什么都不说呢，小柔姑娘也不会走，文大婶也没事儿。都怪我！我说您别添乱了，行不行，姑娘？这刚给您劝好的，您又来劲儿。我再跟您说一遍这老话：是疖子它就得烂，是麻烦它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15，就这么简单呢。哎呦，老爷您来了，坐。您看看这俩愁的，都坐下吧。我刚才看他们说了，老爷只要您在，少爷在，这天大的冤枉都能给他们伸了。哎，什么段家的血恨呐，这文大婶的死啊，那早晚得水落石出。好人得扬眉吐气，坏人得受到惩罚，真理会得到伸张。您说咱家有什么本事？咱家不就是这个本事吗？是不是啊？哎，老爷，这我说您怎么也叹气呀？您这叹气冲着谁呀？仲言怎么还没回来？他会不会出什么事儿？他能出什么事儿啊？他是文曲星下凡，有神灵罩着呢。柳师伯，佟大人，你怎么来了？柳师伯，仲言出事了。他这会惹上天来，惹的是皇太后啊！他明天就要。我和皇上苦苦哀求，可是没办法说服太后。仲言是个好孩子，可就是太任性。太任性了。佟大人，我现在该怎么办？我已经想好了，大不了我明天接法场。我也跟你去，我也去，我也去。不，佟大人，万万不可呀！柳师伯，我来这儿就是想让你们赶紧收拾收拾，赶快离开京城。等我救出仲言，咱再会合。那怎么行呢？怎么不行？我是个壮士，仲言也是个壮士，壮士的职责就是维护律法的尊严。
结发场的事，我是万万不能做的呀。那，我们就眼睁睁地看着仲言他。刘师伯，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了。老爷，老爷，刘伯伯，老爷。万岁爷，天骄子时了。知道了，出去吧，出去吧。这，你没听太监说吗？都天骄子时了。太皇太后吉祥。平身。我还是想请您收回成命。柳仲言是先帝的朋友，他秉性忠直。太皇太后，您要是杀了他，实在是没道理啊。那你的意思是我没有道理了？不是，我只是说你不用说了，你不要再为他求情了。你要这样的话，就干脆先把我废了。你们是怎么回事？天都这么晚了，还让皇上在这儿长跪着，还不赶快扶他到自己的宫里去休息呀？皇上，快回宫吧。朝天下，大梁安上。别唱了！哎，我说你发神经啊你啊！你唱什么啊？别唱了，听见没有？再唱，老子宰了你！哎呀，我这辈子呀，最见不得人的事儿就是唱歌跑调。嘿，这都快死了，让我唱着还不行啊？哎，朝天下，死囚！你都快死了还唱啊？唱什么呀？你这个死囚！哎，我就唱。朝天，皇上驾到！苍天下，草了岸上，苍天下。仲言，仲言，仲言。你还笑得出来？说来可笑，我刚当壮士的时候，就幻想过一个场面。这个场面就是我打了一场通天的官司。结果呢，我被坏人给冤枉了，抓进大牢里，第二天就要行刑了。整个大清朝上上下下都为我的冤枉悲伤不已，所以墙外哭声一片，他们都喊：“柳壮士，柳仲言，你走好啊，我们永远怀念你。”就在这个时候，天降大雨，电闪雷鸣，人神共愤。我呢，就坐在这儿，一个人对着一盏灯，对着一杯酒，慢慢的回味人生。好感人的场面。其实是你破坏了这个场面。我？对。我原来设想，坐在我对面的是我的一个红颜知己，我对他用情很长久了，可是他一直不能接受。现在，在我生命的最后一天，他终于理解我，而且决定在这最后一天接受我。
好庸俗不堪的场面。其实人生想起来，就是高尚感人和庸俗可笑的混合。我尤其是这么一个人。仲言，你这个人呀，就是既高尚感人又庸俗可笑。你说的太对了，生我者柳继先，知我者大侄子也。我今天来，倒不是来陪你喝酒的啊，那你是来听我唱歌的喽？啊，不，你的歌声啊，我在门外就已经领教过了，实在是不堪入耳。那你是干什么来了？我想跟你说，算了吧。什么算了吧？我想了又想，琢磨了又琢磨。没错，我是皇上，可是我现在手里没有任何的实力，实力都在鳌拜手上。就算我斗过了鳌拜，谁不知道会弄个两败俱伤？大清国的江山就这么丢在我的手里，是不是太不值得了？再有，太皇太后一直对我恩爱有加，她总不会害我吧？我这么一味的蛮干，让她伤心不说，也许会铸成大错，那可就无法挽回了。仲言，你笑什么？好侄子，你说到我心里去了。我也正想跟你说说这个问题。我就是一个俗人，天下人都不跟鳌拜斗，那干嘛我非得苦苦跟他争斗呢？争斗的死去活来。现在我马上就要死了，也是太皇太后要杀我，连鳌拜的毛我都没碰到。想来想去，有一点不值啊，还不如就此罢休了呢。我有一个京城第一壮士的爹，我的盟兄是顺治，我的侄子是康熙，我是全国帮会的盟主。我有楚军和小柔，一个端庄，一个活泼。我有谷家，一条龙，两个忠心耿耿的仆人。我的生命是多么丰富多彩，多么值得留恋。我却为了一个虚名，把这些全部抛掉，是不是太不值得了？玄烨，你跟太皇太后求个情，说我错了，我改了，求她饶了我，我以后再也不捣乱了，行不行？说实话，明天你就这么推到菜市口，我真觉得欠了你老大一个人情。我这个人呀，最不愿意欠人人情了。司马迁曾经说过，人死有重于泰山，有轻于鸿毛。文天祥说过，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舍身取义，快哉快哉，苟且偷生，生不如死。请皇上离开大牢，我不想看着您生气。仲言，仲言，你听我说，仲言，你别叫了，我叫柳仲言，杨柳青风的柳，重于泰山的重，一言九鼎的言，不是是人就可以随便叫的。嘿，我说小子，你胆儿也太大了，你连当今皇上你都敢骂呀？嘿，不知死活的东西！我是不是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？敖大人，荣俊求见。进来。参见中堂。起来。
大清国要是没了我，单凭那个小皇上，怎么行啊？是，中堂是国之栋梁，这是谁都知道的。你半夜来有什么事啊？是给中堂报告一个好消息，那个叫柳仲言的小子，那个小子，早晚得杀了他。现在不用中堂操心了。怎么着？也不知道他怎么得罪了太皇太后，明天就要问斩了。还是那个老太婆知道我的厉害，好啊。可是中堂，会不会有什么变故？什么变故？童志远那小子会不会去劫法场？去监斩，同志们一起杀掉。婆婆，你知不知道这京城有个特有名的壮师叫柳继仙的？壮师啊，干什么的？打官司啊！不是我打官司，我要找这么个人。那你明天上街上自己打听去。那可不行，我今天晚上必须找到他，我有急事儿啊！对了，他好像住在什么斜街上，这京城有多少个斜街啊？斜街可多了，东南西北城都有。哎呀！享晴博日，黄土店到清水坡街，我这也是皇上的待遇。老天爷都给我准备好了。奉鳌拜鳌中堂令，柳仲言妖言惑众，污蔑大臣，本在缉拿之列，现在即将押赴刑场。为防止有人从中捣乱，着令由荣俊为押送官。说。哎，柳大壮士，咱们俩好像是神交已久了啊！柳大公子啊，这回你是蚂蚱拴到了绳子上，你想蹦的也蹦得不起来了，是吗？怎么着？我看你还有兴趣跟我聊一聊，小子。行，反正你是要死的人了，有什么问题问吧。你一直在鳌拜身边，那么赵承恩、段太傅、于家宝、顺治皇帝的案子，是不是都是鳌拜指使你去干的？行啊，小子，人才！这快要死了，还惦记着你的案子。你过来，我告诉你，不知道，小王八蛋，急死你！一个要死的人了，都不能给一点慰藉。算了。我到阎罗殿去等你，到时候你爱说不说，阎王爷自会告诉我。哎，小子，你甭说这个，就你这王八咬人不撒口的劲儿，到了哪儿吃亏的准是你。给我套上！这。哎，怎么着？你塞着吧你！漫天的悲秋。漫天的喜来，夜雨霖铃，云遮小院，白霜降红叶，红叶飘，红叶飘，思君万里遥。人何在，情何在？爱在
心中口